我们来看看远方有战火。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也就是哈马斯之间的交火已经1个月了。我们看到了巴勒斯坦，包括在加萨走廊这边，大概死伤的人数已经快要到10000人了，其中有一半是小孩或者是妇女。所以呢，很多国家现在在声援巴勒斯坦，希望能够停火啊，因为毕竟巴勒斯坦现在被轰炸的蛮惨的，加萨走廊这里可以说是断垣残壁。于是您看到从美国的华府有数万人上街游行，甚至呢，他们还搬来了一块白色的瓷砖墙，在上头印满了血手印提醒世人不要再杀戮这些无辜的百姓了。而包括柏林、在德国、英国伦敦以及法国巴黎，这些都在欧洲你也可以看到很多人大概都是以阿拉伯裔或者是穆斯林为主体这样子的上街的游行，呼吁停火。您看到在印尼雅加达，这也是穆斯林国家，包括澳洲雪梨西方国家其实有很多人认为不应该再滥杀无辜了。印尼雅加达从空拍的画面可以看到，10000人高举着巴勒斯坦的旗帜支持他们要尊重生命希望能够让他们继续活下去，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妇女、老人。可是另外一方面，以色列没有停手。我们看到以色列挟着他的这个优势的武力还有武装的这些这个杀人武器，他在海、陆、空都在加强进攻加萨。而事实上，现在加萨走廊这么一长条的地方，现在一分为2，北加萨、南加萨。北加萨这个地方呢，被密集的轰炸，你看到呢，几乎没有一栋建筑物是完整的。以色列的国防部部长发言人说，国防军已经包围了加萨，把加萨一分为2，并且锁定这个地区，不断的轰炸希望把哈马斯全部通通给杀光。而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国内也有一些非常右翼的人讲了非常极端的话，包括这一个人，他是以色列的文化遗产部部长，他就讲啦，他说我们应该对加萨的怪物投掷核弹所以呢，这个以色列当局当然也觉得这个人的说法太过疯狂所以呢，要他无限期停职，把他给停职了。我们来看看这位遗产部部长他怎么说。他说，在加萨使用核弹是个选项，以色列士兵的生命比人质更重要都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很重要。可是这个想法，有人就会担心，会不会是以色列的选项之一？只是这个部长不小心说出来。如果真的是选项之一，那就很值得忧虑了。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以色列过去曾经有一项报告被媒体给揭露说他们打算把所有的加萨人赶到西奈半岛，把他赶到埃及这里去，然后要把这个走廊给清空，有可能吗？230万人呢。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角色，当然非常重要。美方要调停，可是这些中东国家买单吗？包括你看到布林肯在战争发生之后，已经第3度跑去中东要做调停了。我们看到他突然在昨天访问约旦河西岸，他跟巴勒斯坦人的一个这个领袖来会晤，然后转往伊拉克、跟塞浦路斯还有土耳其。我们看到呢，他跟他握手的人是阿巴斯他是这个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领导人。他说希望布林肯你回去告诉这个拜登，能不能够说服以色列停火呢？现在只有你美国可以跟以色列说得上话了，并且布林肯也跟塞浦路斯的总统商讨什么？我们打开海上的走廊，对加萨的人民做人道援助。因为大家知道，埃及的这个唯一的这个关卡，现在只对外国人开放，而且是开关所以加萨人几乎在这个地方被关在那里，不停的被轰炸，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看看美国 CIA 的局长也跑去中东了，跑到以色列去了。他希望你以色列人你可不可以攻击的时候更聚焦一点，你打准一点，尽量减少平民的伤亡而且扩大情报共享。这是 CIA 局长伯恩斯他说希望以色列的军方采取更锁定目标的攻击策略，尽力避免平民伤亡。现在已经超过将近有10000人死掉了，那里头大部分你可以想象都是平民，大部分。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阿拉伯国家，当然这个看到他跟布林肯开了一个会，
很罕见的，在这个公开的场合，其实有一点点意见分歧哦。这些阿拉伯国家其实很不爽，或者是对美国现在的政策不开心。阿拉伯国家的外长罕见的公开展开双方意见不合的这样赤裸裸的画面，在记者会上，他们希望布林肯说服以色列同意停火。可是问题是，说破了嘴有用吗？联合国这么多成员国，121国投下要停火的协议，以色列也不管，甚至还骂联合国。来，我们来问问看亮哥。我真正有筹码的是美国啦，可是你看美国这2个无能官员讲的话啊，那个伯恩斯说啊，你要对准一点啊，以色列说不然你来对准给我看，你对准给我看啊。以色列市长也讲过这个问题啊，他说有啊，我每次在打之前都有发传单啊，从空中撒啊，不然请问还能怎样？而且以色列还有官员去质疑美国，你知道吗？他说：“你当年去打阿富汗、打伊拉克的时候，你有对准吗？有顾及平民伤亡吗？对啊，伊拉克平民死亡了20万人啊！所以为什么美国就嘴巴塞住了？布林肯根本就从来没有提过那个 CIA 局长讲的那些话，因为他知道他吵不过以色列人啊。以色列还跟他讲说你打日本的时候，东京那个空袭啊，死了10万人你还丢原子弹你有没有想过平民啊？就是以色列现在的态度就是这样，所以你用这个讲是没有用的。美国有2个杀手锏就看你要不要用。第一个就是威胁以色列说，我不排除在安理会弃权。我看你要不要，我就直接让巴西的案通过啊。那维和部队就要进场你敢跟维和部队打吗？那第二个就是我美国开走1艘航母舰队可以吧？所以只有美国有筹码啦，其他国家坦白说，连阿拉伯国家都不是真正的筹码。你有出兵吗？对不对？连伊朗都不是吗？你不要讲到伊朗那太远了。我说黎巴嫩真主党就好了。黎巴嫩真主党目前听说已经困住了以色列大概1/4的兵，就守在北方，跟他们打。至少对峙啦。对峙嘛。那其他的国家都弱得要命嘛，就约旦埃及而且布林肯去见约旦跟埃及，你找这2个人干嘛？就是要塞人给你嘛，就刚好在旁边嘛，就说巴勒斯坦难民再塞到你这里好不好？这2个国家都反对啊！我跟你讲，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已经有220万了，你还要塞进来啊？埃及有90万，你还要塞啊？而且哈马斯就是在难民营里面诞生的因为仇恨的那个对嘛？因为你在难民营长大，你当然恨以色列，所以就会产生哈马斯嘛。所以埃及跟约旦吓都吓死了，你还叫他收啊？而且可是这个偏偏就是真的，因为以色列那个文件是真的。以色列真的是有这个想法，就是说最好的情况就是加沙的巴勒斯坦人都走掉，这230万人就散到埃及去好了那埃及当然不愿意嘛。我跟你讲，连美国内部刚通过的那个预算案都有人在质疑因为它里面是143亿美元要给以色列，然后它还有一个备忘录那个备忘录被美国阿拉伯的团体发现，说他编了35亿要作为巴勒斯坦人的安置，就打算把这些人给运走。请问要安置在哪里？埃及最可能，不然他去那边干嘛？他见埃及跟约旦干嘛？不就是要安置吗？对啊，他这2国应该很不爽。不，所以我讲白了，美国就是配合以色列嘛。他们事实上私底下想的就是不然把它移走好不好？至少北加萨的移走，清空北加萨。我觉得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嘛。结果埃及不愿意嘛，就卡住了嘛。所以你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嘛。事实上，塞浦路斯那个海上人道，我跟你讲，那个主要是让人家撤走用的啦，而不是说补给船要进来。请问你补给船进来，你码头要停哪里加沙现在有哪一个码头是安全的？除非你美军登陆你美军在那边守让补给品可以登陆然后还可以派车去把它运走这个需要一个程序跟就一定要配置一些人力你知道吧？对，你们也没有方案所以讲这种就是空话嘛。是，实际上等于是方便人家走掉的啦。因为美国人在以色列蛮多的嘛，所以非常有可能现在这个以色列的方案
美国支持，或者是甚至在配合，对非常有可能。可是埃及非常有可能。好，来请教永明老师。我们看到这么多的这个示威抗议啊，尤其是在美国各地都举行。可是其实可能也不要高估这些示威抗议对美国决策者的影响，因为甚至都有报道说，美国民主党里面的全国这个委员会里面有15%的工作人员已经准备要联名上书，然后甚至准备说，如果不能的话，他要辞职，也最多就是15%，而且可能不会高。那因为整个西方现在的这个示威抗议必须要讲，大家现在知道现在平民死亡已经超过1万人，儿童已经超过5000，一半是儿童15岁以下的，那越来越多的画面是出来。可是这一些示威抗议是人很多，但这里面有相当高比例其实是中东跟北非的移民，以及他们所熟识的年轻朋友圈子，还有一些左翼的人士，它占整个在西方的人口结构当中，其实比例不高，不到2成，甚至呢不是真正影响决策的这个中产阶级。那你看看亚洲，这根本除了马来西亚、印尼以及印尼少部分地方之外，没有什么反应。一方面，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很复杂，好像是个历史恩怨，它是一个历史恩怨，很复杂。虽然1万人死亡，5000个儿童，大家都很痛心，可是我们也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强权的报复，这是个强权的报复哦。那你面对强权的时候，其实这个人道的东西，你自己也不敢大声的讲，对不对？因为你也有求于强权。你现在看到的日本、台湾、南韩，大概都是这样情况，对不对？那至于说，美国的手段呢，真的也不多。安理会其实弃权也不太可能派 PKO， 因为 PKO 必须要当地国都要接受，对，他这个前提才可能派 PKO， 那 PKO 会危险。然后美国其实他现在采取的一些动作，基本上只是在不断的去显示支持以色列，也希望以色列尽快的结束这场战争。其实他已经预估最大的这种就是冲击，可能就是他跟这个中东国家、穆斯林国家短期的就是交恶。然后呢，可是同时你看到布林肯不断的也在做分化，做就是说这个就是交谈，所以中东国家也是一个分散的。这个问题真的是比较难解，那真的取决于以色列。你美国就算潜舰还是说这个军舰搬开以色列照打不误但是呢，打到什么地步？我觉得大概以色列这个所谓的暂时内阁大概也有一个想法，他们的最后的策略也可能不是说真的消灭哈马斯，而是到了一定的地步的时候呢，就做一个占领的动作，然后呢，逐步的再厘清。是没有错，其实以色列自己也讲了，最后的一个终极目标就是在这边建立一个新政权。对，来请教彬哥。其实现在看起来，以色列还是在按照他们自己的计划推行嘛。他现在已经把加沙走廊分成2半，然后就要开始就是围歼嘛，然后就是慢慢跟哈马斯耗，那就看哈马斯能够撑多久。我估计这个东西恐怕不是1-2个月可以结束的，对，恐怕慢慢打很久，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所以这个绝对是一个大麻烦。那接下来巴勒斯坦还要死多少人，真的没人能够知道。那美国显然是对以色列没有办法去遏制他们的行为。实际上，当战争打到这种地步的时候，其实说真的，平民的死伤是必然难以化解的，因为你就直接在平民居住的地方打仗，怎么可能不造成平民的死亡？所以你现在看起来，周边的这些国家也都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去制止以色列的动作。那联合国显然也发挥不了功用。那在这种状况下，我讲实在话，大概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大家持续在那边耗，然后有更多的人，非常多的伤亡出现，大概就一定会是这种结局，因为没有人能够救他们。那实际上，我必须讲，这个其实就是哈马斯要，就是哈马斯希望能够造成国际的舆论对以色列不利，可是就是用鲜血，用这些人的生命去换来。那在我们看来，觉得非常残忍。可是我觉得以色列他这个部长大概讲出了很多以色列极右派内心的话。你要知道，以色列其实从来没有跟国际承认过他们有核弹，可是他既然自己讲出来，他们要用核弹丢，所以我觉得
以色列他们这些极右派的人真的是有点杀红眼的味道，好像他们其实就是要进行一个终极方案，因为以色列一直就是想把巴勒斯坦全部赶离开他们的地方，让你们自生自灭，就反正以后就跟我无关了。对以色列来讲，他们觉得这样才是绝对的安全，因为以后在他们境内就没有巴勒斯坦人。可是问题是，周边的国家不可能会去接受这个东西，也没有人养得起这些难民，也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个后果。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这样子下去的话，未来第一个这个战事恐怕一定会拖到明年，然后第二个死亡恐怕是现在的好几倍之多，这个大概是绝对跑不掉。这拜登怎么办？是对，要选拜登也没办法啊。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看美军其实在中东的部署是怎么一回事哦，包括在海上，在地中海，你看到的美国的艾森豪号、福特号航母打击群都在地中海联合演练，而在空中 MQ-9 死神侦察机也飞越了加萨的上空。好，我们看到包括在南边红海的附近，美国巴丹号两栖攻击舰、卡特霍尔号船坞登陆舰也抵达了红海的北部，而美国的俄亥俄级核动力弹道飞弹潜舰也抵达埃及苏伊士运河。你看到它部署在这个地方，可是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震慑敌人吗？敌人又是谁？伊朗吗？过去美国在小布希时代称为邪恶轴心的伊朗，那伊朗有厉害还是不厉害？我们来看看这个模拟美军曾经在模拟对抗中输给伊朗据这个过去的这个报纸的披露，过去曾经伊朗在模拟战舰这个战中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集成了美军19艘的舰艇，而且让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失效所以美国看起来对伊朗这个国家还是很强的忌惮还是很警戒的。而中国大陆在干嘛呢？中国大陆也在备军舰，想要部署南海吗？你看到这个标题，共军大炮巨舰时代来临，首批15000吨的巡洋舰即将下水，这是首批8艘055型的导弹驱逐舰全部服役之后，你看到排水量达到1.5万吨的第二批次的055舰也即将下水，这个对中共的海军实施近海防御、远海护航具有重要的战备的意义。而另外呢，日本跟菲律宾这些国家呢，当然都是美国的盟友，现在也在防备中国大陆的军事力量跟军事崛起吗？你看到日本向菲律宾提供了额外5艘的巡逻船，要加强南海的巡逻应对中国。您也看到岸田文雄他在菲律宾发表了演说，而且是在国会里头。他的东南亚之行我说的是日本首相岸田，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专家就讲了，他是想要吓阻中国保有海上战略的生命线。你看到呢，日本跟菲律宾将是继澳洲跟英国之后第3个签署相互准入协议的国家，也是亚洲的第1个。菲律宾跟日本联手，而印度呢？印度最近也有一个新闻，他打算提供给菲律宾7架直升机。这是印度驻菲律宾大使他拜会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仕，他说我们可以提供7架的直升机给你的菲律宾海巡队。你可以搜救、人道救援，还有其他安全行动之用可是看起来国际媒体还是把它认为可能在防堵中国大陆，或是在巡逻的时候可以派上一些用场。来，我们先问一下亮哥，你怎么看？日本帮助菲律宾要共同抵御中国势力崛起吗？5艘巡逻船就可以啊。我跟你讲，那个相对于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吨位都差太远了啦。事实上，我也看到这一次菲律宾有1艘船就对着中国大陆的海警船那大概看起来面积只有1/10啊，差这么多。对啊，所以只是中国不想跟你真的有冲突啦，因为这一次就包括美国啦，在仁爱礁或黄岩岛不断的陪同，事实上它主要就是要做文宣嘛，因为 P8 侦察机上面都常常有记者或者菲律宾的船上面也有美国记者他事实上就是要拍照，然后要去在国际文宣站上说中国大陆把就这样中国大陆当然知道所以也没有人要陪你玩所以我们就没有真的看到撞船嘛，没有看到嘛而且仁爱礁已经放在那个破船已经放在那边24年了，中国大陆也不急我认为美国就是希望能够拍到撞船的画面，
然后菲律宾被欺负的画面，然后用这样来让这个南海行为准则的相关国家看到，那让这个南海行为准则签不出来了，这个应该是美国的目的了啊，不然这个时候菲律宾干嘛去搞仁爱礁跟黄岩岛啊？实际上对菲律宾没有任何好处啊，反而使得你1月本来去第一个首访北京嘛，结果到现在没有一个经贸协议的项目落实啊，所以我觉得菲律宾这个小马可是也蛮怪的啦，就是你1月就去北京，然后签了经贸协议，那回来之后都在那边绕来绕去啊，要么就是搞美国4个军事基地了，要么就搞仁爱礁，要么就搞黄岩岛，也不知道他在干嘛啊，这个都不会有结果的啊，所以我当然是严重怀疑他是被威胁了，就是他是不是个人在美国有财产有诉讼被威胁了，不然你怎么会做出这种对菲律宾完全没有实质利益的事情，而且做这么久从今年3月做到现在11月了有可能。那中国大陆跟菲律宾签的经贸协议到现在完全没有办法落实这难以想象啊，因为再笨的人也不会这样做事情啊，比如说你看澳大利亚，他总是要卖龙虾吧，要卖红酒嘛，对不对？这当然以后我们才会知道真相不过就是觉得会有这样的国家对中国或对美国这样做有点不合理了。那我觉得美国来这么多船在中东军舰是，我觉得他不一定是在防止伊朗出兵我也不认为他认为伊朗会出兵他是怕会有人去攻击一些重要的地方。你说美军基地吗？不是啦，搞不好是更类似恐攻的比如说有人会去炸油田或者去炸苏伊士运河就造成重要设施。对，所以我认为他们来是在就是守着很多点巡卫队的概念，避免有人空袭啦。比如说上次沙特油田就被炸那谁会去空袭啊？不知道嘛，因为现在中东就是各种激进派都存在那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事因为伊朗美国要攻击他，大概只能够用飞弹或者用空袭嘛，因为伊朗你这样要打他是仰攻他是高原国家，不好打啦。而且伊朗动不动就威胁说你打我就把荷姆斯海峡给堵起来那这个美国也负担不起了，所以我不认为他，而且伊朗已经叫那么久了，也没有要出兵，感觉都没有什么行动。我坦白说了，他在德黑兰挂了一个大看板说号召伊朗的人要这个行军到这个巴勒斯坦的那个圆顶清真寺好大一个看板，有这样的看板，在德黑兰所以我说他这个就是完全民粹感觉很纸老虎我以前那个苏莱曼尼被杀，他也没有出兵所以坦白讲，大概只有黎巴嫩真主党是玩真的啦。真的，虽然是民兵，可是看起来还蛮大。我并不认为伊朗会出兵。好，来，我们进一下广告。来，我们请教杨永明老师怎么看？你要知道，美国的军事霸权呢，最主要展现的还是海军。它在全球800个基地，那海军陆战队这2个是主要的。那尤其全世界最重要的海峡、海道、海行的这些通道，都是美国的军事掌控。那南海是重中之重，它连接了太平洋跟印度洋，而且它在这个商船跟就是邮轮上面运油的这个上面呢，其实关键，也对日本的影响很大，对南海的影响很大。所以南海不只是这个南海行为准则，美国基本上是要南海是它的军事能够有效的这个影响跟掌控，一定要有个议题，让美国的军事能够常驻的在这边。然后呢，要让这个菲律宾呢，最后接受类似像是韩国、日本那样子的跟美国的军事同盟跟基地。现在菲律宾基地根本是不能看、不能用的，所以呢，你就要把这个议题、仁爱礁议题不断的炒大。那基本上，他就要日本、印度他的小弟不断去强化菲律宾的海防能力，
当然也掐的就是小马可仕。那亚洲周刊说了，抓的你100亿美金，你能不听话吗？所以呢，就加强你的海防能力，在你海防未来这个重复上一次那种碰撞，不管是运补船哦，还是说这个海岸警备队啊，菲律宾的，因为那个马德雷3号哈，真的快要瓦解了，已经24年了哦，有它的时间的这个就是压力，所以呢，你现在去让2个国家去提供它海防的能力，将来不断的在发生这个事件，中国一定会有效控制，就是说让这事件不会继续的变成一个军事的冲突，但是呢，这个事件会密度增加，这个强度会增加，那这个时候美国的军事的存在就很重要，而菲律宾跟美国的下一步的军事同盟，这是美国的大战略，一定会在这里哦，因为你想想看，日本、韩国、澳洲中间就在南海少一个菲律宾，越南是大概不会跟美国签署这样子的一个军事协定，美国也大概不放心，因为越南的政治体制的关系，其他的东南亚国家也都不会。现在只有这一次的小马可仕有这个机会，因为小马可仕做完了之后啊，那个沙拉多德一上来可能就会变心了，对不对？对，哦，你没有什么把柄在人家手上啊，对不对？对，所以呢，这个几年呢，持续的南海事件，然后呢，菲律宾你等着看吧。我觉得他现在只是开放几个小基地给你哦，对美国来讲其实是聊备于无。但是呢，他要一个新的大型的一个事件，然后呢，菲律宾完全的倾向美国签一个新的就是这个军事同盟的条约。这是美国最希望也能够看到的。那是不是印度希望看到？当然是。是不是日本希望看到？更是如此。日本的海上这个安全呢、能源这个跟商务都是经过菲律宾旁边的这个南海，所以我觉得其实真正的美国的目的其实是要在南海放它的重兵，而且要有一个大型的这个基地，已经要比苏比克湾还要大，甚至是一个大型的海军的基地，那海军陆战队的基地，你这样才能够完全的去掌控现在越来越壮大的在中国大陆在这个南海的这个军事上的这些部署，是目标围堵中国。来进一下广告。好，我们看看中国大陆现在的军事上面的强权，看起来是建立起来了，包括在海上很多巡洋舰即将下水。因为他们自己定义这个是大区啊，但是实际上以西方的标准来看，他们已经是巡洋舰。因为他如果真的做，他第2批据说要再把吨位加大，变成15000吨。如果到15000吨的话，比提康德罗加级还要大，所以它当然就是巡洋舰了。那所以中国大陆为什么要一直不断的在那边做，就是因为它配合它的航母战斗群。因为对它过去的驱逐舰大概都是在6-7千吨左右，那一种对航母来讲太小。那你要有这种巡洋舰级别的，才能够担负起整个航母战斗群的。那它现在很快就会有3个航母战斗群嘛，所以它必须要有相应的这些巡洋舰或驱逐舰来担纲，包括防空啊、反导啊这些相关的这些任务。所以中国大陆未来，大概不意外的话，它除了这个大区之外，它还有054B，就是比054A 的版本再加大，然后武装更精进的，那吨位也会比较大，可能到6000到8000吨。所以它在这方面投资是非常非常快，也是全世界大概目前它造军舰是全世界最快。所以我觉得未来就是它在海上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所以与此同时，你就会觉得菲律宾这时候去挑战它，我觉得非常不智。你知道菲律宾为了跟中国大陆在南海这边对抗，它今年国防预算已经加了9%，可是它加了9%之后，也不过才42亿。那你想想看哦，它现在一下子日本一下给他这么多艘船，12艘船，对不对？请问一下，他哪来的人去驾驶？他没有人啊。那你要这些要训练啊，要经费，要长期培养啊。是，又不是你丢个艘船就叫渔民上去开吗？还是你要养这些部队啊。所以对菲律宾来讲，这个只会让他负担越来越加重。可是实际上，即使他接受这12艘船，他跟中国大陆在数量上还是远远没得比。你要知道，中国大陆长期在那个南海那附近的船就100-200艘。就是不断在那边跑来跑去，就100-200艘。那请问一下，菲律宾拿什么去跟人家玩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菲律宾就算把他的国防预算再 double，
好，民进党喊出国会要过半，可是大家都知道非常非常困难。我们来看看呢，现在民进党说要守住关键7席过半才有望，而有很多地方告急，包括高嘉瑜、赖品妤，现在选情是不是拉警报了呢？我们先来看看高雄这一局哦，这个临时换人上场就是黄捷，他代替赵天麟，他说。我已经跟赵天麟的竞选团队整合了，他上了周玉蔻的节目。可是事实上呢，大家都知道哦，现在起步可能有一点点慢了。民进党的辅选人士是这样讲的，他说现任14席的激战区中，能不能够守下最少7席，这就是立院能不能够过半的关键。而台北市这一区内湖南港，我们知道高嘉瑜现在岌岌可危，赖品妤在新北这一席看起来也有一点保不住喽。黄捷现在看起来也很困难，其中最大的因素是郭背宏哦，泛绿分裂了哦。过去有一些民进党的朋友说郭背宏，哎呀，他拿不到多少票啦，几百票、几千票而已啦。可是恐怕跟他们想的不一样哦。有可能他会吸到更多的票。可是民进党也不希望他当选，宁可让黄捷落选，也不希望他当选。为什么？因为他是台独的这个台派的一个非常这个支持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如果台派在南台湾的发展意图明显，民进党也不希望这样啊！民进党也不希望这样啊！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赖清德对外都说我不怕蓝白合，他们要合要分我都不怕。可是是真的吗？我们看到赖清德接受黄伟汉的访问，他说早就准备好1对1了啦，我有把握会赢，即便你蓝白合在一起，我都能赢。真的是这样吗？柯文哲也很有信心啊，他说我也不怕呀。如果是撒卡都也可以看看有没有 surprise 发生，包括他认为台湾是个充满惊奇的岛屿，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一定要100%的合作他过去是医生嘛，在急重症外科，有时候呢10几天太久了，最后一刻都有可能有惊奇出现，他在对他的支持者喊话。而侯友宜讲，国民党会结合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努力往前走。朱立伦今天对蓝白合的议题暂时没有回应，不过吴子嘉发话了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长，他说如果蓝白合最终没有谈拢，柯文哲是一定会出来选变成3卡都或者是4卡都。他认为柯文哲的民调一定会往下滑，不会拿到15%以上。而侯友宜在中年人以上40-50岁以上占有优势，不过年轻票很少，大概都会流向柯文哲。如果2个人可以合是最好的啦意思就说一样啦。其实过去讲了这么久，合才会赢，不合很难赢不是说没机会，可是很难赢。不过我们来看看邱毅委员他放出了一个讯息，他说蓝白合要从哪里开始？这2个人开始啊，记得吗？2个大男人十指紧扣手牵手。邱毅爆料郭台铭跟柯文哲这2天会先合啦大家耐心等，这2-3天就会合完之后再来跟侯友宜合，大概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可能柯郭配柯文哲讲了一个话耐人寻味，他说郭台铭没有一定要位子啊不要位子要什么？要里子吗？我们就不知道了，慢慢来看。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所谓3卡都或者是1对1或者是4卡都，到底谁比较有胜算？过去我们看到谢长廷跟马英九在2008年那一场总统选举，谢长廷那时候拿到的票已经算是很低了算是地板了吧，楼地板了吧，他得票率只有41.55%，那马英九拿到58.45%的选票所以如果我们从楼地板往上看的话赖清德不太可能会低于41%也就是说赖清德可能会拿到42%或以上，那么你要拉下赖清德，拉下民进党，你国民党如果要单独胜选的话，你一定至少要有43%的支持率嘛。那再也，如果侯友宜拿到43%，那意思是柯文哲跟郭台铭只能拿15%平分吗？不可能嘛！你要弃保不可能这样弃，反之亦然，很难呐。意思就是告诉你，你要自动发挥弃保这件事情很难很难，不管是弃柯或者是弃掉侯都很难。来请教亮哥，亮哥怎么看？这个民进党的危险区，
不只有这3区了，而且港湖那一区要救其实蛮难的嘛，大家都知道啊。另外2区确实还很难讲啊，那可是还有很多地方啦，你应该就民进党现任的，那看谁有可能会掉，那看谁能保得住啊。比如说蔡适应不选，那蔡适应来补的人上得了吗？对不对？郑文婷，对不对？应该要这样算才比较准啊。那比如说江永昌不选，那综合吴峥上得了吗？哦，用这样来算啦。啊，那高嘉瑜也是现任嘛，对，赖品妤也是现任嘛，赵天麟也是现任嘛。就是要这样算啦。那绝对不是只有7个啦，那岂止7个啊，一大堆啊。所以你觉得他们选情不妙哦？所以他们期待蓝白不要合啊，蓝白不要合，当然他们就会认为民众党跟国民党一定会吵架嘛，因为选举过程一定会吵架的啦，因为要比较嘛，那吵架一吵开就会生气啊，那就会说那我立委就不要投给你，就会有这种联动效应嘛，对不对？而且如果是破局，那赖清德可能就一直维持领先啊，因为人家现在至少也有35啊，大概都领先你10%左右，所以他的看好度就会一直非常高。那到最后1个月赌盘也是一面倒，那就会造成有一些人就干脆不回来了嘛。对不对？我干嘛跑那么一趟啊？反正你们也不会上。我总统就不想投，那立委这票也不会投了呀。是啊，就是这样啊。事实上，2020就有这个现象啊。2020最后小英是57%嘛，那韩国瑜是38.6%啊。那事后有人没有投啊，几乎都是蓝的啦，因为就认为韩国瑜不会赢嘛，有人就没有出来投嘛。是，其实这个亮哥你怎么看郭背宏这一局？郭背宏，我这一局就是郭背宏的票很难估计啦，因为他的那个进总成立人真的蛮多的啊，那个媒体是写2万呢，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立委进总成立超过1万人的啊。那第二就是坦白讲，独派还是很多独派支持郭背宏。那民进党真的不想让独派在南台湾攻下一局吗？不，那个他那个黄捷的定位也是独派啊。哦，所以黄捷主要考虑还是他年轻嘛，对不对？所以不只是独派啦，他就认为独派都是独派啊。那不过黄捷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同婚的问题。我认为长老教会搞不好会因为这样支持郭背宏。所以很难讲啊。就这一区坦白讲会蛮激烈的。那赖品妤跟廖先祥也蛮激烈的啊。可是有一些区坦白讲都没那么激烈啊，怎么没有在讨论呢？对不对？那个，我是觉得啦，这个蓝白合啊，坦白说啦，时间也快要来不及了啦。我觉得大家真的要慎重考虑朱立伦提的第2个方案啦。实际上，我今天也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在提了。第2个方案是德国方式，德国联立式，就是你候选人占一半，政党支持率占一半嘛。因为这个只要民众党点头，那就成啊。因为朱立伦已经提案了嘛。那日本模式当然了，你看69-11，这个没有人会同意啦，这是事实嘛。那柯文哲说让3%，这个国民党面子也挂不住，国民党很生气，对嘛，面子也挂不住，所以大家就都合理站在同一个台阶来比嘛。那政党支持率事实上民众党并不是没有赢过啊，政党支持率也是透过民调啊。对，事实上2个都是民调。我觉得朱立伦的2个方案，这个方案事实上就是民调决定了。这个事实上就是民调决定，那只是说它多了一个项目叫政党支持率这样啊。那因为本来国民党的立场就是认为说，国民党的组织的能量你必须要加权嘛。这个也是一种加权的方法。是啊。而且这个不像说既有的席次，那既有的席次就大家都不用比了，因为你的席次就在那里嘛，对不对？那政党支持率就很难讲。因为有一些党如果刚在崛起的时候，他的政党支持率会蛮高的。是。而且我也看了很多民调了，民众党真的赢过了。赢过国民党的政党支持率？我有看过，赢过啊。所以，不了，这个因为坦白讲，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啦。你11月20到24要登记了嘛。是啊。对不对？所以再讲说啊，那个柯跟郭是不是先整合？这怎么可能嘛？先整合，对呀，邱义共呀。那先整合，那郭是副手的话，你怎么跟侯整合啊？
柯文哲不是讲郭台铭不一定要有位置啊，不用当副手啊，那你不要有位置啊。那你如何让人家觉得你们整合？那郭台铭是跟你开记者会说，我完全支持柯，是不是？那我不用位置，我以后当无任所大使这样子。马上拜托这个类似这个在处理上真的有困难来请教彬哥。当然，民进党当然是希望能够守住越多席越好，而且最好还是能够单独过半嘛。但是现在其实关键期，我认为就是在蓝白合的能不能出现。蓝白合如果能够出现的话，在野的4系大阵，那民进党可能就会守不住。那如果蓝白合不了，甚至合不了之后呢，彼此还之间产生非常严重的矛盾，互相都不想支持对方的人，那就是让民进党全拿。我觉得看来就是这样。那现在这几个选区当然都很拼啦，老实讲也没有谁稳赢或稳输的。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因为廖先祥他现在也出现了，就是他家违建的事情嘛，他不是拆了吗？对，拆归拆，但是我觉得还是多少会有影响嘛。所以你说他一定会赢赖品妤吗？也很难讲。而且现在赖清德也是一直不断的在帮赖品妤拉抬声势嘛。那至于说高嘉瑜这一席，我个人认为高嘉瑜应该是守不住的。对啊，在这种正常的状况下，因为吴欣岱看起来吴欣岱现在可以拿到10%几的选票，那这样子高嘉瑜就根本就不用玩了，因为过去李彦秀跟他其实差距本来就没那么大。那你现在有一个人分掉你这么多票，基本上高嘉瑜大概就选不上。那郭背宏这个东西，老实说，因为他以前没有在这个地方选举过，所以我刚有看到你们讲的这篇文章，非台北观点这个东西，他居然说郭背宏拉的都是陈美雅的票，这个让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这个在政治的光谱上面刚好是两端的。对，所以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啦。那当然，因为我没有在地观察，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所本。那至于说他成立的时候来这么多人，因为我听有2种不同的说法，一个是说2万多人，另外一个说实际上才几千。那不管怎样，其实几千人都已经很多了啦，都已经很多了。所以郭背宏也是有他一定实力的，所以到时候就看他真正吸到的是谁的票，他到底是吸到中间选民的票呢，还是吸到深绿的票？这个就看。不过我是个人认为，以郭背宏的光谱来讲，他应该是吸到深绿的票才对。理论上应该是、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我就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在地观察。但是郭背宏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变数。那至于说赖清德在那边口口声声上暐瀚节目讲说他不怕蓝白合，你不怕才怪。我觉得他不怕才奇怪。他你知道，如果不怕蓝白合的人，突然会有什么反应？你知道啊？他们要合，好，恭喜他。我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有对啊人要合吗？对啊，应该正常是这样，因为你根本不 care 这件事嘛。实际上他非常关注这件事嘛，他一直不断在看嘛，然后如果你都认为蓝白不可能合的话，那你在担心什么？对不对？就表示你心头还是害怕，只要有一丝蓝白可能合，赖清德都会担心嘛。空，对啊，所以你老实讲，我觉得讲这个话没有人会相信啊。你说你好幼稚哦。对啊，你说你根本不怕蓝白合，我真的觉得很好笑。那所以现在关键就在于蓝白到底能不能合。我说真的，对我们这些局外人来看，我觉得用什么方法都 OK， 重点就是你们大家能够接受，能够合就好。是，对，基本上就是这样的而已。抽签也可以。对，随便你们要打一架也可以，无所谓。寡杯啦，我支持用寡杯的。这个对我们来讲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大家要真的愿意合。而不是那种很勉强的合，或是彼此对对方都有很深的心结，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发挥出最强的效果。因为你不要到最后硬合的时候，你2个合起来1+1变成1.5，甚至1.2，那不是更惨？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蓝白合真正的关键是在大家都要放下一些心结。目前为止，好像看起来还没有完全放下。但今天朱一伦讲一个很奇怪的话，他叫各家媒体赶快去做民调。做什么？做民调。做民调。他说：“你们这个各大媒体都可以去做民调，看是侯科还是柯侯跟赖萧怎么配啊？这样，他说你们都做民调出来，这个结果就出来。他觉得侯正民调比较高哦。就我不知道啊，就现在看起来好像朱立伦突然之间又有信心了，我就不知道。那我觉得，如果朱立伦是抱持这种态度的话 ，OK 啊。”那就表示还有谈的余地啊，就是双方可能是能够达成契机的。那柯也没有把话说死嘛，柯也说反正到最后关头再来决定。对。那问题是现在时间真的剩不多了，我们真的希望赶快决定嘛，因为这场戏拖下已经很多人大家都已经不想看了，现在很多人一听到蓝白合就烦，根本不想看，所以我觉得这一种心理的效应，他们自己要评估进去。好，来请教杨老师。我觉得今天朱一伦讲说，大家赶快去做民调，民调公司其实都把这段时间空下来了，因为至少要5家，至少3天，
做1000人也要3天，如果说超过1000人的话，那时间更长。我觉得现在蓝白合的时间点，大家就开始不要抓11月20号，因为实际上是登记到24号为止，是20号是礼拜一，24号是礼拜五，所以呢，应该是说蓝白合接下来3个礼拜，我觉得这个礼拜大家就会看，如果要民调或不民调，这个礼拜大家都很清楚。民调这个礼拜就会决定礼拜4、礼拜5，因为通常民调3天哈，我们都讲最少1000个人的民调3天，中间一定会夹一个礼拜6或礼拜天。哦，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就是这个周末，礼拜天、礼拜1、礼拜2，而且你要5家都抓到同一个时间，大家都同意的。哦，然后呢，因为我参与过民调嘛，是。然后你如果真的要这个礼拜天跟平日的中间的话，哈，我觉得那个其实并不是办不到，但是呢，那个就挤到后面的时间了。那因此，如果要民调，这个礼拜4、礼拜5以前，也就是接下来3天到4天，我们就知道答案。怎么民调？一定是全民调以及政党的这个是支持度。现在看起来这个方向已经很清楚，只不过是要用怎么样的方式减少它的误差。因为手机市话，这都影响很大，多少人这也影响很大，谁来做调查的机构效应，这也影响很大。还有另外一个可能，也就是你到了这礼拜5，你发觉到蓝白合还是不知道怎么发展，但是没有在谈民调了，那就是蓝白合要用政党协调的方式，在下个礼拜来做出决定，那就是他们可能在协调，也就是正副，然后呢这个组阁。职位以及如何合作，一旦合，我相信双方都会合，因为这个都是对自己有利的一定会大于1.5，我不知道会不会这个高于2应该会大于1.5，但是呢，这个礼拜就是民调，这礼拜没有民调，下礼拜那就是要政党协调，政党协调只有一个可能性，那就是柯文哲要不要做副手我觉得最有可能是这个样子，因为朱立伦在前几天，当他提2个方案的时候，他做了一招，我觉得蛮不错的，是什么呢？他把15个县市长共同联署，这个就形成一个就是政党实力，大家不是真的在比所谓的席次或者是说这个条咖，而是真正有这些实力的这些县市长，而且国民党这些县市长有一些其实评价都还不错，那这个的的确确是民主党这边所欠缺的。所以我觉得柯文哲这2天他应该会在想，怎么样接受民调，然后呢，怎么样让民调能够推动，然后呢，怎么样来去说服他的支持者一起来蓝白合。是，所以接下来这1、2个礼拜都是关键期。